大家好，我是 William。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关于瓦努阿图失去免签欧盟这一系列的新闻，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尘埃落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跟各位来深入的探讨一下瓦努阿图究竟为什么这个项目会走到今天，这里面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我知道各位尤其是在国内选择投资入籍、快速入籍项目的时候一定会被推荐过瓦努阿图这个项目。因为瓦努阿图这个项目的广告真的是铺天盖地不论你刷任何的社交媒体或者去任何一个，我相信移民中介他都会给你推销这个项目。那么瓦努阿图这个项目能够走到今天，我这个节目推出了之后就有一些已经办瓦努阿图身份的人就跟我取得联系，就问请教我怎么办。那我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推出了3个办法，你如果需要亟待的解决免签欧盟，你就可以采取我这3个办法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就先保守治疗。要深度分析瓦努阿图为什么会遭到欧盟的拒签，今天我会从一个移民中介不太会考虑到的一个深层次的角度跟各位分析。首先，瓦努阿图是一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虽然呢它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对地理位置比较近，但是它还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它并不属于南半球某一个区域的组织。我们知道南半球和北半球国家的分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瓦努阿图这个国家呢就是孤零零的处在南半球基本上那么周围还有几个国家就是类似于汤加，就是火山爆发那个国家，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形成一些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制约因此瓦努阿图是属于相对于独立的存在虽然瓦努阿图属于英联邦国家，我们知道英联邦有54个国家，但是英联邦这个组织相对是比较松散的这是瓦努阿图的第一个特点。与此同时，我们来看一看5个加勒比快速入籍项目：多米尼克、圣基茨、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这5个国家都属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也就是简称 OECS。那么东加勒比国家组织还包括其他的若干个国家我把这个列表放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区域的联盟把加勒比这个国家组织类比于欧盟大家就比较容易去了解。如果各位拿到比如说圣基茨或者是多米尼克的护照之后，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护照上有一个清晰的 logo， 就是 CC， 也就是 Caribbean Community 加勒比国家组织这又是另外一个更大区域的国家组织，就覆盖了不仅仅是东加勒比这些国家，还覆盖了整个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国家联盟的组织。那么在东加勒比国家这个组织当中也就是 OECS 里他们有统一的货币，就是东加勒比元就是这些国家他们的货币类似于欧元区他们有东加勒比元这个稳定的货币跟瓦努阿图相比瓦努阿图就不具备这个特点它只有自己的瓦国的货币。东加勒比元是实行跟美国美元的联系汇率，是多个国家一起共用，并且汇率和美元进行稳定的货币政策相对于瓦努阿图的货币是非常稳定的。可以看到货币的正面也是印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一个标志。那么拥有统一的货币东加勒比地区还拥有共同的央行，也就是东加勒比的央行这些货币都是通过统一的加勒比地区的央行来发布的。另外，东加勒比这些国家他们不但有共同的央行，他们还有共同的最高法院。我们知道前圣基茨的总理因为有多米尼克的护照还被当地人起诉到加勒比的最高法院，因此和欧盟一样，欧盟也有欧盟的最高法院。所以东加勒比组织国家进行外交、进行法律、进行经济行为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要照顾本国的实际情况，还要考虑到区域组织区域联盟共同的情况。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尤其是在欧盟或者在英国，他们是共同设有就是以区域组织的形式共同设有驻外机构当他们跟欧盟和英国、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也会以这个区域组织为集体跟世界的这些强国、这些大国、欧美的发达国家进行和经济上面的谈判和政策包括免签国可以看到这个加勒比组织的免签国上面也有高度的相似性就是一旦欧盟对加勒比这些国家组织进行免签，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获得免签。那对比起来瓦努阿图就是一个孤军奋战
孤零零的处在南半球啊，所以它的政策啊就不受任何的国家组织的制约啊。那反过来说啊，就是瓦努阿图的外交政策、货币政策啊，包括法律政策都有自己很强的这个自主能力啊，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啊。好处呢就是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啊，我想推出怎样的政策就可以推出来怎样的政策啊。那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啊。那对于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啊，他们在推出一些政策的时候，往往受到当地的这个局势啊的左右啊。但是对于有区域性组织，例如加勒比组织啊国家组织，包括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所属这样的国家组织的国家来说啊，他们推出各国的政策就不能为所欲为啊，因为他们上面还有区域性的最高法院，还有央行，他们推出自己的货币政策，推出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都不可以仅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区域性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拿欧盟做类比是再合适不过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申请欧盟的移民的时候类似于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移民政策都不可以跟欧盟的宪法有任何的抵触啊。他们一定是要在欧盟的宪法的框架之下来制定本国的法律。就跟东加勒比组织很类似，包括他们的外交政策、他们的劳务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出席任何的国际会议的时候这些欧盟的国家不但会悬挂自己的国旗，还会同时悬挂欧盟的旗帜。欧盟的这些国家可以类比于中国的某一个省他们之间的人民可以互相的流动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定居就类似于国内可以在各个省之间定居东加勒比这6个国家也是一样，在彼此的国家可以自由的定居、自由的流动自由的工作甚至可以享受当地的福利、社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来瓦努阿图的移民政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自主性和加勒比国家组织这些国家5个国家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共用这些严格的背景调查的这些机构同样的，如果申请加勒比这5国快速入籍项目被一个国家拒签了之后申请其他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国家组织的背书和约束就导致了瓦努阿图这个政策弹性过大最终呢导致今天这个局面我的理念是移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上面是不能马虎的所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我尽量呢从更深入的角度会跟你去分析这些移民政策的表面下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们本身也和加勒比国家这些快速入籍项目，包括欧洲这些国家的黄金签证的本地律所都有直接的合作的关系。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和需求，我本人也提供付费咨询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 William， 关注我的频道，不错过任何一期有价值的更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